我外公食神钟镇邦的名号是偷来的，他偷走了我外婆的祖传秘方，那本足以开宗立派的灵氏百味录，抛弃了怀着我妈妈的外婆，带着另一个女人，窃取了我外婆的人生。真正的美食源于对传统的敬畏和对食材的本心。我们要寻找的是那种返璞归真的本味。一个成了餐饮大亨，在聚光灯下谈匠心；一个成了美食权威，在镜头前谈本味。而我的外婆却被污蔑为偷师学艺的骗子，守着破败的小馆，至死都在等待一句道歉。50年来，我靠外婆和妈妈2代人的托举，才走出那座小镇，成为一名顶尖主厨。楚然，今天来的都是顶尖烹饪学院的好苗子，希望能给咱们餐厅注入点新鲜血液。看作品。各位评委好，我叫钟灵山，这是我的作品《雀跃枝头》。不错，有想法。这个味道是灵氏百味录里的金丝肺味，但火候和调味都错了，只是拙劣的模仿。怎么了？不好吃？钟家的人。林主厨，这道菜有什么问题吗？你的菜刀工浮夸，火候失当，香料堆砌，只有形没有魂。不可能，我的凤川牡丹是完美的，完美的拙劣模仿品而已。下一位。楚然，你太冲动了！你知道钟灵山是谁吗？那是钟府的千金。知道。知道你把人刷下去了，这下麻烦大了。他的刀工不干净。什么不干净？我看他基本功很扎实。我说的不是手。陆经理，林找厨，华夏美食评论协会的白佩珊老师来了，点名要见林找厨。白老师，这位就是我们这次新锐主厨选拔的特邀评委林楚然主厨。林主厨年轻有为，眼光一定很独到。听说这次选拔结果已经定了，结果已经提交组委会，无法更改。确实有一位根基干净、尊重食材，是个可造之才。哦，那倒要恭喜了。不过我听说灵山那孩子这次表现似乎有些失常。钟小姐的菜品过于炫技，失了本心，不符合我们选拔的标准。林查厨这样的青年才俊不该局限在国内，这是法国蓝带学院的保送名额，算是钟府对你这样行业新锐的一点心意。谢谢白老师。不过我的厨艺师承林家，根在中国，法国的黄油养不出我的根。林家？哦，我想起来了，那个早就关门大吉的街边小馆子，那也配叫师承？所以白老师今天不是作为美食评论家，而是作为钟府的说客来的。伶牙俐齿，我是在给你机会，别以为当个评委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一句话就能让全城的顶级餐厅把你拉进黑名单。以华夏美食评论协会的名义，还是以钟府董事长的夫人名义？白老师，您是捍卫美食纯粹性的泰斗，用封杀来干预评选，这传出去，不知道是我的厨德有问题，还是您的评德有问题。你给我等着！楚然，我们的手要做最干净的菜，记住，把我们的名字要回来。林楚然，你知不知道你都干了什么？我给了钟灵莎一个公正的评分。公正？你当众淘汰了钟家的千金，还把白培山女士气走了。甄修阁一句话就能让我们的供应商全部断货，让所有美食榜单把我们除名。马上，你现在就去跟组委会说，是评分系统出了故障，我们重新打分。钟灵山的菜不合格，陆老师，这是我们的专业判断。专业能当饭吃吗？那是食神钟镇好。他们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在整个餐饮圈都混不下去，等着关门大吉吧。晚了。什么晚了？作为特邀监察评委，我的最终评分已经加密上传到金厨大赛的公正服务器，1小时后自动公布，全网可见。这是最终裁决，只有我的私钥能撤回，但撤回需要向华夏美食评论协会提交书面解释，理由呢？就写我们集体畏惧钟家权势，所以推翻自己的专业判断。陆老师，
这个字你敢签吗？你这是要把天捅个窟窿？你不敢，我来，我亲自跟钟振博董事长谈。振邦，那是我们全部的心血，我们的未来。走吧，跟他废什么话？有了这个，什么样的未来没有？一个是窃取爱人毕生心血的无耻盗贼，另一个是踩着别人尸骨上位的帮凶。你们有什么资格站在神坛之上？凌主厨，钟董事长，我想我们有必要谈谈。珍馐阁顶楼，我的私人茶室，我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东海的黄唇鱼胶，一年只产几两。好食材要用对方法，才能物尽其用。年轻人也是一样，有天分是好事，但不懂得顺势而为，再好的天分也只会浪费。钟董事长的意思是让我把黑的说成白的？只是让你换个角度看问题，对外发个声明，就说你对钟灵山的菜品评判有误，一时疏忽。金厨大赛那边，我自然会去打招呼。误判？对，一个字都不用多说，这对你的小馆子都是最好的选择。那5年前，我外婆凌霜的秘方也是您一时疏忽才到了您手上的吗？你以为翻出点陈芝麻烂谷子就能威胁我？年轻人，你太天真了。我来之前已经将包含钟灵山菜品抄袭的最终评审报告提交给了金厨大赛组委会，结果无法更改。你亲手断了自己的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我等着。哼！我爷爷一句话就能让你连锅都端不起来，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然然，是不是妈拖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我们家这点事儿，妈，做错事儿的不是我们，他们不仅偷了我们的菜谱，还要砸了我们的招牌。那我们就借着他们搭好的台，把新仇旧怨一次算清。你都想好了？这笔账，他们欠了50年，该还了。今天这场发布会事关我们餐饮界的声誉和公平。本次金厨大赛中，评委凌楚然滥用职权，对第一候选人钟灵莎小姐的杰出作品实施了带有严重个人偏见的无理由淘汰，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大赛的公信力，性质极其恶劣。各位，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一场比赛的胜负，而是一个关乎行业根本的信任危机。这水平，说是天才也不为过。金厨大赛的评委到底在想什么？淘汰这样的人，这都不配赢，凌楚然是瞎了吗？我懂了，这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怕天才抢了自己饭碗。这样一个得到国际认可的年轻厨师，却在国内，在我们自己的顶级赛事上，被一位评委以口味不合这种极其主观、无法量化的理由一票否决。钟老先生，作为我们餐饮界的定海神针，您对此有何看法？我今天来，不是以一个爷爷的身份，我是一个在这个灶台前守了50年的老厨子。我们这一行，手艺是根，但规矩是天。什么是规矩？就是好坏要有标准，优劣要有公论，不能是一个人一张嘴就能随意定义。这道菜从食材配比到烹饪时长，都有着鸡雀到秒克制的标准。这不是我钟家的标准，是现代烹饪科学的标准。如果连这都要被比推翻，我接受评委的任何评判，但是我不能接受我的心血被偷去。我被淘汰后，林主厨的餐厅就出现了这道菜。这个凤尾的造型是我为了比赛苦思冥想1个月才独创出来的，不仅否定了我，还否定了我的创意。我要的不是名次，我要一个原创者最基本的尊重。演够了吗？一派胡言！
我从业50年，闻所未闻什么百鸟朝凤。林楚然，你这是拿不出任何像样的东西，就想用这种江湖骗子手段来混淆视听吗？对，你血口喷人！我的凤川牡丹是我的原创，你拿不出证据，你就是在诽谤。钟式神，看来您对我家的旧事记得比谁都清楚。不过一本手稿而已，它只是个引子。今天我们不谈历史，谈现在。既然你说凤川牡丹是原创，那我们再谈谈你那套让你声名鹊起的四季流转系列。春之萌芽，夏之繁花，秋之硕果，冬之寄藏，这些为你赢得无数赞誉的菜品，创意也都是你自己的吗？当然是，那是我呕心沥血的创作。呕心沥血，对，是心血，但不是你的。这些年，我一直在私下指导一些从偏远地区来的、有天赋却没机会的厨房学徒。他们的家乡有最独特的食材，最质朴的烹饪智慧。而你，钟灵山，把他们源于乡土、饱含深情的心血，变成了你履历上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奖项。荒谬！证据呢？厨师界讲究的是菜品说话，不是你在这里讲故事。拿不出证据就给我滚下去！证据，钟董事长，别急。好菜会说话，但被堵住嘴的人，更需要一个发声的机会。我的烟熏龙眼酱汁，那是我每天想着我奶奶在后厨熬了上百次才调出来的味道。他拿走了配方，珍馐阁的行政总厨就找我谈话，他说让我滚出这个城市，以后再也别想碰菜刀。我家里还指望我寄钱回去，我能怎么办？不是的，这是伪造的，是他找人陷害我。进来吧。那张手写配方是我的，那份改良笔记也是我的，那条威胁我的消息是珍熏阁的行政总厨发的，就在钟灵山小姐拿走我那道烟熏乌梅酱配方的第2天。一派胡言！你是谁？谁派你来捣乱的？高俊，叫保安！他是谁？他是被你孙女夺走心血，又被你用权力封杀，差点在这个行业里消失的原创厨师赵然。而且赵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也是受害者之一。我研发了半年的分子料理球被他拿走，申诉无门。钟董事长亲自放话，谁敢帮我，就是跟整个真仙阁作对。钟灵山剽窃，钟董事长封杀。那么钟夫人呢？您作为德高望重的美食评论家，对这种事又是什么态度？你这种街边小馆出来的，懂什么叫真正的烹饪艺术？别以为靠着一道取巧的菜就能飞上枝头。我们钟家在这个圈子里扎根几十年，我一句话就能让所有美食评论家把你的店写到关门。你别不识抬举。钟灵山，你剽窃；钟董事长，你封杀；钟夫人，你威胁。你们一家人真是把这个行业的规则玩得明明白白。高俊，把直播给我切了，现在立刻！钟董事长，关不掉。我们的官方直播源是切了，但是有几十家媒体和美食博主在同步转播，在线人数破1000万了。这是污蔑！你用这些拼凑的东西来污蔑珍馐娥的声誉，你等着被整个行业封杀吧！封杀？钟董事长，您好像忘了，现在不是您一手遮天的时代了。您总说自己白手起家，一路艰辛，这份艰辛里包不包括窃取恩师的秘方，背信弃义那一段？一派胡言！我和我的夫人白佩珊从一个小厨房开始，共同研发菜品，互相扶持才有今天，这是整个餐饮界都知道的佳话。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质疑？佳话？您说的和你并肩作战，奠定珍馐阁基业的是他，现在的钟夫人白佩民，还是那位被你窃取了所有心血，毁掉了一生的凌霜？钟董事长，别急，这只是开胃菜，主菜还没上呢。你在胡说什么？这都是伪造的！钟董事长，这张脸您还认识吗？当然记得，一个很有天分的年轻人。当年我还在钻研厨艺的时候，他时常来我的厨房旁观学习，算是我的一位记名学徒吧。这道汤就是他模仿我早期的开水白菜习做，可惜啊，心气太高，没能坚持下来。
著名学徒林楚然，你不要在这里断章取义！你想凭一张照片就颠倒黑白吗？我不想颠倒黑白，我只想还原真相。既然钟时辰说照片里的人是您的学徒，模仿的是您的作品，那我们不如就让全网的观众都看一看这道菜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钟董事长，既然您已经为照片里的模仿者和他的作品定了性，那么就请各位看一份来自历史的铁证。荒谬！拿一本不知道哪里来的册子就想混淆史清，别说。钟董事长，这场金册的原件就保存在华夏美食评论协会的荣誉室里，每一页都有钢印和创始委员的联合署名。您要亲自去鉴定一下真伪吗？正如金册所在，我外婆林霜是这道菜唯一的如创者，是协会认证的传奇厨师，不是什么模仿者。至于钟董事长您当年不过是林家小馆的一个学徒，连在这个金册上拥有姓名的资格都没有。而您，白佩欣女士，您说您不认识照片里的人，是吗？也是，毕竟您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吧。白佩婷女士，或者我该叫你王秀帆。你胡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胡说！保安，保安，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关掉大屏幕。50年前，林家小馆的后厨帮工王秀芬，趁着我外婆外出采买顶级食材，偷走了林家秘传手稿，和当时还是学徒的钟振彪私奔。你们拿着我外婆的心血改头换面，成了食神和美食家，而真正的林霜却因为秘方被盗，心血被毁，郁郁而终。不是我，不是我！你偷了他的菜谱，偷了他的人生，甚至还想抹去他的名字王秀芬。你敢看着我外婆的照片，再说一遍你不认识他吗？保安，林务队保安，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一个当年在林家后厨打杂学徒的女儿，偷走了林氏菜谱的传承，摇身一变成了指点江山的美食评论家，风光了半辈子。你胡说！你血口喷人！你不是林霜，你叫白佩贤。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你在说谁。你偷了他的名字，更偷走了他整个家族的荣耀和传承。你踩着他的心血登上了神坛，享受着世人的敬仰。而真正的林霜，我的外婆，却被你们联手污蔑，除德败坏，被整个行业驱逐，在油盐和屈辱里耗尽了最后。你住口！我奶奶就是林霜，她才是真正的传承人。对，我才是，我有证明，我才是林霜。传承。林家有一条祖训，每年立冬为感欠食材，敬畏天地，林家厨师必须食宿一日，只饮一碗白水菜汤，以体悟本味。这是林家厨艺的根，也是魂。可是你，白佩欣女士，每年立冬都要举办极尽奢华的冬日省味宴，以饕餮奇珍为噱头，年年登上美食杂志头版。你用最奢靡的宴席践踏着林家的信仰，用我外婆的尊严给你自己镶金。还能干什么？把记者都给我拦住，不准拍！关掉！把直播关掉！关掉！我叫你们关掉！高俊，让直播平台把信号切了，立刻，马上！钟董，我马上去。钟董，关不了。废物！什么叫关不了？大赛组委说这是全球同步直播，签了最高级别的转播协议，我们没有权限单方面中断信号。妈，为了外婆，为了林家，为了那本被窃走的林家宴谱，是时候了。钟振邦，你还认得我吗？你来这里胡闹什么？保安，保安呢？她是我母亲林月华，也是你当年抛弃的林霜的亲生女儿。
我娘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就剩下这个。她说这是林家厨师的根，她说有一个人把他的根给拔了。你说你一生追求匠心，以食神自居，那你看看这套刀，你配碰吗？这是我外婆林霜亲手写下的林家宴谱原始手脚，你珍馐阁赖以起家的所有招牌菜都出自这里。伪造的，这都是伪造的！你为了毁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伪造？那这张30年前我外婆亲笔签名的采购单也是伪造的吗？你偷了菜谱，却复刻不出它的灵魂，这位早已禁售的珍稀菌类。所以你做了什么？你用一种廉价的、具有神经毒性的工业替代品，欺骗了所有食客几十年。你每次站在聚光灯上，大谈食材的本味，大谈对美食的敬畏，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你胡说，我没有，那不是毒。中正行，我们接到举报，并经初步核实，珍馐阁集团涉嫌在旗下多款菜品中长期违法使用未经检疫的非食用原料。即日起对珍馐阁集团立案调查，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我是华夏美食评论协会伦理委员会的代表。鉴于钟振榜先生及珍馐阁集团涉嫌盗用菜谱进行虚假宣传，并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风险，对行业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经委员会紧急决议，即日起永久撤销钟振榜食神终身成就奖，暂停其在本会的一切评委资格，并提醒将其从华夏所有美食榜单中除名。钟振榜，你听到了吗？全完了，都是你！你这个废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滚开！当年要不是你家贪图我的手艺，用你家的特供渠道做交换，我会跟你这种混色绑在一起？你胡说！你不是人！要不是我把你从街边小摊包装成一代食神，你现在还在烂泥里，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你故意让他进珍馐阁的，这一切是你安排的。是我安排的。当初是你说，一个街边小摊的野厨子，他的菜永远上不了台面。我是来为你们的案子提供决定性物证的。这是从珍仙阁中央厨房刚提取的样品，我们的同步检测报告显示，里面的工业增鲜剂超标120倍。你说这一切是你设的局，那么这个又是谁的局？供应链和中央厨房一直是你的人在管，跟我没关系。没关系，白佩贤，珍轩阁这30年，我为你背了多少黑锅？你以为你的手是干净的？那些年珍馐阁的问题，哪次不是你捅的篓子我来填？我们打压了多少有才华的厨师，才让你坐稳了美食评论界的第一把交椅。没有我家的钱给你开第一间珍馐阁，没有我把你包装成食神，你现在还在今天卖你的地板破汤，我把你抛进神坛。好，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是谁亲手毁了这座神坛。那本林家祖传的菜谱手稿，是谁哭着喊着说留着就是祸害，必须一把火烧了才能高枕无忧？是谁？你胡说！你血口喷人！还有我们第一家店开业前食安检查根本过不了关，是谁去跟那个姓张的检查员秉烛夜谈，换来那张伪造的合格证啊？钟董，你说的都是真的吗？白老师，请问你和检查员是什么关系？你做了什么？你把录音发给谁了？发给了能为这一切画上句号的人。钟振夯，你刚才亲口承认的一切，现在都成了钉死你的棺材钉。我外婆开创了新淮扬菜系的传奇厨师林霜，已经过世了。她到死都没能让一道属于自己的菜刻上自己的名字。你今天所谓的食神尊会，都建立在抹去她存在过的痕迹之上。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林霜。钟振堂、白佩欣，希望你们协助调查。刚刚接到市食品安全监督局的情况通报，以及一份新的举报录音，现因你二人涉嫌商业欺诈、故意销毁商业机密，以及向公职人员行贿等多项严重刑事犯罪，正式对你们进行刑事拘留。我错了，
凌霜，我对不起你，那道鎏金凤凰是你的，是你的。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他的局没关系，我奉陪到底。林楚然，你以为这就完了？你斗不过他的，你永远都斗不过钟家。对你来说，彻底完了。靠着我外婆的传奇招摇撞骗了半辈子，今天你窃取的一切都要被清算干净。你凭什么？凭你那点不入流的家传手艺？凭我林家3代人的心血，凭我外婆凌霜50年的苦难，也凭她当年亲手从我外婆那儿偷走，又以为早就烧成灰的那本林家宴谱被我找到了，被我原件。进去好好想想你造的孽，你以为堵死的路，我一条一条全给你撬开了。楚然，快看！华夏美食评论协会和珍霄阁董事会的联合公告全网推送了，即日起永久撤销钟镇帮10的终身成就奖，将其从华夏美食所有榜单中取名。珍霄阁旗下所有餐厅星级评级清零，停业整顿，等待后续调查。楚然，你看，美食前沿的深度报道出来了。偷来的东西真就是带不走的。何止？报道说，华夏美食评论协会的处罚是终身的，永久摘星，收回食神封号，列入行业黑名单。真仙阁完了，彻底完了。他靠着偷来的秘方和虚假的星级压了多少人？现在一篇报道全部打回原形，那就够了。对了，外面有个人非要见你，说是来道谢的。林主厨，我叫赵然，是一家小菜馆的厨师。我不知道该怎么谢您，要不是您扳倒了珍馐娥，我的店下个月就得关门了。他们打压我们这些小店，垄断供货渠道，还派人来我的店里抄走了我刚研发的新菜。你今天能站在这里，是你自己走过来的。可如果没有您搬开钟镇堡那块大石头，连路都看不到。我只是搬开了一块石头，路是你自己踩出来的。这行里还有很多人被困在别人的后厨里，端不出自己的菜。搬开一块石头是不够的，我要让那些真正热爱做菜的人都能有自己的灶台，让他们的火不会熄灭。您是说，像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那些被偷了创意，甚至被逼得改行，一辈子都端不出自己招牌菜的厨师？钟镇行和真轩阁只是最大最显眼的那一块，他们倒了，但他们建立的那套规则还在毒害这个行业。我明白了，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打倒一个敌人，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一个能让所有像赵然这样的厨师联合起来的地方。我们可以曝光黑心合同，共享行业黑名单，甚至提供法律援律。对，如果当初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也许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一个家，一个能让所有走投无路的厨师找到庇护、讨回公道的地方，就叫厨师之家。厨师之家，好，这个名字好。林主厨，如果厨师之家成立，我赵然愿为第一块砖棺。冤报了就行了，别再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妈，以前我是为了外婆，为了我们家，但现在我想为了更多的人。我想去旧宅看看，亲手给外婆做一道菜，告诉她林家的招牌我拿回来了。好，是该让他老人家尝尝你的手艺了。妈，您看见了吗？楚然他把咱们林家的名声堂堂正正的拿回来了，您老人家可以安心了。咦，妈，那个太重了，我来吧。不对，这汤包我小时候见我妈用过，没这么沉。这不是菜谱，这是一本账。楚然，这到底是什么账？你外婆她是不是？妈，您别慌，让我看看。不对，这逻辑不对。如果是交易账本，为什么用的都是这种闻所未闻的代号？血燕汁，我想起来了，外婆曾提过，
这是他给一道虾山秘制酱汁取的名字。名字？这不是账本吗？这是外婆的菜谱，她把每一道菜的食材做法全都用暗语藏起来了。他得是多害怕，才会把自己的心血用这种方式藏起来。他不是害怕，他是在反抗。这上面的每一道菜都是钟镇良和甄修阁偷不走、学不会的铁证。月华，看好了，这叫雨分玉炼，只有这样蒸出来的腐肉才能像云一样轻。哼，花里胡哨，做个菜跟绣花似的，给谁看？外婆，他们都笑我说您教的都是些没用的土方子。他们说什么？说您的手艺早就过时了，现在的大师傅都用高汤粉复合调味汁，谁还像您这样一点点吊汤磨香料？尝到了什么？鲜，还有一点点回甘，是老母鸡和菌子的味道。手艺的根不在别人的嘴里，在自己的心里。你若是信了他们的话，忘了这味道的来处，这手艺的根就断了。外婆，您的手又烫伤了。烫一下算什么？这批酱菜卖了，就够给你买练习用的那几味顶级松茸了。你的舌头金贵，不能用次等料养废了。外婆，哭什么？值得。这么多年，他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他怎么能一个人受这么多苦？然然，外婆，我听着。咱们林家菜是有根的，他们把我们的根刨了，把我们的招牌摘了，说是他们自己的。外婆，你替外婆把这块招牌要回来，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手艺他姓林。我记住了，外婆，我一定记住了。你还记得他最后说的话吗？一个字没忘。然然，都安排好了吗？万一钟家那边……妈，证据已经交给了市食安局，秦风队长他们也已经就位了。今天就是清算的日子。楚然，我们已经按计划进入甄轩阁的中央厨房，现场触目惊心，完全是你提供的线索那样，大量使用化学添加剂和过期食材伪造高汤，人赃并获。现场直播那边呢？我们的人已经混在记者里了，随时可以他们的信号。不，等我的视频放出去，你们再动手。我要让他在最风光的时候摔得最惨。明白。陆明，所有媒体的直播间都准备好了吗？放心，楚然，技术员都盯着呢。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的视频就能在3秒内覆盖掉所有主流美食平台的直播信号。所谓美食，在于传承，更在于创新。这道凤还巢正是真沟阁几十年匠心精神的体现。陆明，就是现在。大家好，我是林家菜的传承人林楚然。在各位品尝食神钟镇博先生的凤还巢之前，我想请大家先看一样东西，这是当年的证据。钟镇邦，市食品安全监督局在你的中央厨房内查获大量违禁添加剂及伪劣食材，涉嫌危害食品安全罪，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外婆，您的手艺这块招牌，我给您证明了，甄勋阁的神话落幕了。接下来，我要让这个行业里所有用心做菜的人都能挺直腰杆，再也没有人敢偷走别人的心血。你外婆她听到了。妈，我们走吧。你外婆在世的时候总念叨，希望你将来能有大出息。我知道。
可他把这身手艺传给你，不是为了让你去跟人斗这口恶气。他说是希望你做个能用菜暖人心的厨师，一道菜吃进肚里，心里就暖了，再大的委屈也能有个地方放一放。妈，想用菜暖人心，就得先把自己的灶台扫干净，把心摆正了。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把林家小馆的招牌重新亮起来。两位，请进。大叔，您先起来，有话好好说。不，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求求您救救我女儿。大妹子，这是怎么了？别急，先让她起来啊。没用的，她这几天就是这么过来的。您说，您女儿尝不到味道了？她是厨子啊，一个厨子没了味觉，这辈子就毁了，全毁了。林主厨，我们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您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女儿，她去年刚从华夏烹饪学院毕业，本来前途一片光明。就是那场该死的谢师宴，在一家叫山河宴的餐厅，就是新闻上说的用工业染料和腐烂肉出品做菜的黑心店。医院的诊断呢？工业染料中毒引发的急性神经损伤。医生说，味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师神，您连钟镇良都能斗垮，您一定有办法的。求您做道菜，什么菜也行，只要能让我女儿再尝到一点味道。我不是神，我只是个厨子，我做不出能起死回生的菜。是我们异想天开了。但是，你们来找我，只是为了治好他的舌头吗？不，我们不是来求医的，我们是要让那些用工业垃圾做黑鲜菜，为了钱就敢毁掉一个孩子一辈子的畜生，付出代价。为什么是我？两位，先坐下喝口水，慢慢说。关于你女儿叶小月，她现在怎么样了？人是救回来了，可那颗心、那双手都毁了。毁了？她以前是我们家的小天才，华夏烹饪学院最有灵气的学生，现在她连厨房的门都不敢进，一闻到油烟味儿就浑身发抖，看到刀具就尖叫。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说话也不见人。那是她吃饭的家伙啊！她是在恨自己这双手，恨自己当了个厨子。我明白了。林主厨，我们知道要跟山河宴那样的庞然大物斗，不是张张嘴就行的，要找证据，要请人。可我们家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从今天起，叶小月就是我林楚然的徒弟。我林家小馆的后厨就是他的后厨，我林楚然手里的资源就是他的资源。你们要讨的公道，我来讨；你们要花的钱，我来出。你们只需要陪着他，等他愿意重新拿起刀的那一天。代价，他们必须付，但不是只让他们倒下那么简单。真正的代价，是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毁掉的一切被一点一点的重建起来，是让小月重新尝到甜，感受到暖，而他们只能在阴沟里烂掉。要想把他们连根拔起，就需要最完整的证据链，揭开整个黑心供应链，而最核心的证据就是小月自己。可一个被恐惧和痛苦淹没的孩子是给不出证词的，我们得先让他觉得安全，让他愿意重新相信这个世界。把小月交给我。交给您？可是医院那边……医院能治愈他的身体，但他的味觉和心需要用另一种方式唤醒。林家小馆从今天起就是他的庇护所，我会用食物最本真的味道，帮他找回世界的味道。他在车里不敢下来。小月，乖，我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是林楚然，一个厨师，这里是我的厨房，也是我的家。我不问你经历了什么，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会陪着你。这是我的号码，如果你想找人说话，或者只是想听听声音，随时都可以打给我，我一直都在。楚然，你送来的叶小月是捅分田的关键，我们连夜布控，凌晨4点收网，整个密神香的黑心供应链21个核心成员全部抓获，一个都没跑。生产原料的3个黑作坊，负责分销的7个下链，还有那些负责看管和威胁厨师的9个打手，连带2个物流司机在全部就位了。被他们控制的厨师呢？解救了7个，他们的情况比叶小月更糟。其中有一位叫周亚兰的，42岁，20年前他也是业内小有名气的天才厨师，被这个组织毁了整整20年。20年？他被强制在3家不同的地下厨房辗转，双手因为长期接触那些腐蚀性的化学加剂，神经已经严重受损。最可怕的是，他的味觉和嗅觉几乎完全被摧毁了。我要见他们。我就是为此而来，但他们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了。别说开口指证，我们的人一靠近，他们看到厨具就发抖，闻到菜味就呕吐。我明白，正因为这样，才更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我知道你会这么说。还有一件事儿，这案子就是你之前那个案子的根儿。我们顺着密神香的资金流和最早的技术专利往上查，发现它的启动资金和配方源头都指向了同一个人——钟振邦。钟振邦，他在珍馐阁用的违禁品源头就是这里。盗用你外婆的秘方只是他发家的第一步，这才是他维持食神假象，并且让无数餐厅对他产生依赖的真正根基。窃我外婆的秘方是为了创造美味，如今却用穿肠烂肚的毒物去毁灭别人的味觉乃至人生。钟振航，你的贪婪没有尽头。粥冷了对胃不好，换了碗热的。百合莲子汤不是为了填饱肚子，是想让你睡个好觉。我不是食安局的人，不会问你任何事。我只是个厨师，我知道，有时候食物也会变成最可怕的敌人。你就是那个在金厨大赛上赢了珍馐阁的林楚厨？是我。没用的，没用的，就算是你也没用。为什么没用？我不敢说，珍仙阁、钟家在餐饮界手眼通天，他们会报复我，会毁了我家的小店，让我在这个行业里再也待不下去。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市食品安全监督局联合专案组已经对珍馐阁的密神香黑心供应链进行了全面查封，他们的所有窝点被一锅端，核心人员全部被控制审查，所有相关产业和资金都被冻结。都被查了，一个都没跑掉。他们现在自身难保，再也威胁不到任何人。他们骗我说可以去珍馐阁顶级餐厅的学徒，我以为我的手艺终于被人看到了。你所经历的每一分痛苦，都将成为刺向他们的利刃。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更多像你一样被他们欺骗、被他们毁掉手艺的年轻人，你愿意站出来，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吗？我愿意。陆明，叶小月那边安顿好了吗？好，找信得过的人守着，别让任何媒体打扰他。放心，倒是你楚然，真的要去见周亚兰。秦队长说，之前食安局和协会的人都试过了，他一句话都不说，就像魂丢了。叶小月的证词能证明真凤阁存在影子厨师，但周亚兰不一样，她被囚禁了20年，她是钟振邦罪恶帝国的活化石，只有她能把刀尖真正递到钟振邦的喉咙口。周阿姨，喝点东西吧。又来一个，是想挖石门的独家秘方，
还是想听他后厨的黑料好上美食头条？说吧，这次想问哪道菜？是那道佛跳墙，还是他赖以成名的开水白菜？我这双手已经是个只会复刻的机器了，总还有点用处。步步生莲，这是林家菜的刀工，早已失传的绝技。你到底是谁？我是林霜的孙女。周阿姨，我不是来问钟振邦的菜谱，我是来找回那些本该属于您，却被他偷走的灵感和名字。20年，整整20年啊！我这双手，当年我也是最有灵气的新人主厨，可他把我关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后厨，每天就是复制。我的灵感，我的未来，我的名字，全都被他偷走了。20年，你知道这20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20年，从我的雅兰居倒下的那天起，我的天就塌了。丈夫积劳成疾，活活气死，我背了一身债，儿子也为了我放弃了学业。我从一个受人追捧的星级主厨，成了一个连累家人的罪人。这不是您的错，周阿姨，毁掉雅兰居的是钟振邦，对吗？是他。20年前，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击垮了我的雅兰居，而就在我走投无路，以为这辈子都完了的时候，他又找到了我。他穿着一身定制的中式服装，手里盘着串儿，说话慢条斯理，一副仙风道骨的美食家派头。他说要给我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拿出一小瓶所谓的新型风味剂，说能让汤头的鲜味提升10倍，成本却不到1%。我当时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尝了，那味道太霸道，不对劲儿。我问他，这东西吃多了会不会出问题？他笑了笑，拍着我的肩膀说：“周主厨，你的舌头是金子做的，但食客的舌头可尝不出差别。”我想拒绝，可他拿我儿子的前途威胁我没守住。他还逼我对着他的录音笔念一段他写好的话，里面有味道可以乱真，用这个成本就下来了，甚至于后遗症。等他们察觉，我们的珍馐阁早就开遍全国了。他说这是给别的厨师当榜样，是内部的动员令。后来我才惊觉不对，我拿着那东西去偷偷做了检测，才知道里面全是工业毒物。我去找钟振邦对峙，想去告发他，结果他用那段录音和我的进货单反过来威胁我。他说那不是动员令，是我的投名状，是我利欲存心主动使用，让我当他的影子厨师，不听话就把我送进监狱。文质彬彬，衣冠禽兽。周阿姨，您放心，他用来困住您的证据，我会亲手把它变成送他上路的锁链。他们会来吗？有我在，没人能再伤害您。先生，您不能进去，我们歇业了，后院是私人地方。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打扰了林主厨的家庭聚会。高俊，珍馐阁的危机公关专家，钟振邦的狗鼻子倒是挺灵。钟董事长提携过很多人，也包括我，他的事儿我当然要亲自来。是提携还是利用，恐怕只有你们自己清楚。人情世故跟我没关系，我的手只认良心和真相。林主厨，我来不是跟你讨论哲学的，我只是来提醒你，有些故事讲出来对谁都没好处，特别是从一个精神不太稳定的人嘴里说出来。我只和事实较量，从不畏惧任何权势。权势？林楚然，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斗？钟振邦在这个圈子扎根40年，他的影响力比你见过的任何一道菜都复杂。你以为你面对的只是一个人吗？你是在对抗一个帝国。那他的帝国能不能帮他抹掉周亚兰20年的血泪？能不能帮他洗掉那些食材里浸透的毒？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妇人说的话，谁会信？至于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捕风捉影的线索，都会自然消失。我们珍馐阁最擅长的就是清理厨余垃圾。你可以试试。林主厨，我是真心希望我们不要在更难看的场合见面。秦风，我们得马上找到孙巧珍，她有危险。他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儿子孙浩，高进很可能会从他身上下手。孙巧珍的老家地址和他现在所有可能住处我都发给你了。收到，我立刻派人分头去找，同时布控孙浩那边。你放心，只要他们在我们市，就跑不了。好，另外，周亚兰的证词是我们的矛，
你立刻顺着他提到的那种新型风味剂去查真仙阁的黑心供应链，双管齐下。明白，有消息马上联系你。钟董事长，情况不太妙。一个开小饭馆的丫头还能翻了天？他手里的证人周亚兰精神状态比我们预想的要稳定，证词很完整，而且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是哪个美食评论家不听话了？开个价，让他们闭嘴。这次不是钱的问题，他对我们珍馐阁的食材供应商、华夏食评论协会的评委，这些您经营了几十年的关系网，毫无兴趣。那他到底要什么？他要的是您亲手建立的这个美食帝国从根上烂掉。他要让所有人知道，真永阁的基业是建立在林家的血肉之上。他这只是要您的命，不是要钱。用钱摆不平了。楚然，你让我查的黑心供应链有重大突破。说，市食安全监督局的同事刚刚截获了珍馐阁旗下邦盛特供物流过去5年的内部配送记录。他们向珍馐阁全国30家高端门店累计配送了价值430万的特制1号复合增香剂。特制1号，就是周亚兰提到的那个新料。对，而这种增香剂的唯一供应商是一家3年前就被明令取缔、法人至今在逃的化工黑作坊。它的主要成分对肝脏有不可逆的损伤，账目清清楚楚，每一笔都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钟振邦这次跑不掉了。联合行动组已经就位，只要证据闭环，市食品安全监督局会立刻配合我们，对珍馐阁所有相关场所进行突击查封。秦队，你看，这是珍馐阁过去5年的扩张速度，再看这个，是他们申报的合法利润率，这中间的巨大缺口，光靠卖高价菜，一辈子都填不上。他的帝国建立在这些血点之上，这上面每一个红点，都是一家过去几年内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而倒闭的餐厅。邦盛是钟振邦的私人产业。对，他用自己的物流向全城的竞争对手派送礼物。现在看这最后一张拼图，3年前8月12号，一笔80万的款项打入一个空壳化工公司的账户。第二天，叶小月打工的叶氏家宴因为使用劣质调料被查封，而那批调料正是邦盛送去的。他不是在用黑心原料，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精准地清除所有挡在他面前的竞争者。他把工业废料变成了摧毁同行的武器。这430万不是采购成本，是他的扩张投资，用别人的倒下来滋养自己食神的光环。我现在就下令冻结他所有资产，查封所有后厨。秦队，先想想高俊会怎么做。他会说这是商业竞争，是巧合。他会攻击我们证据的合法性，把这场正义的清算扭曲成一场针对民族品牌的恶意打压。钟振邦的恶是一种根植于傲慢的伪善，他坚信自己定义了美食，所以他有权定义标准，甚至定义安全。要击垮他，就不能只靠证据，必须连同他一手建立的美食神话一起彻底砸碎。行动必须是雷霆万钧，不留一丝余地。楚然，我还是觉得这太冒险了，故意放出风声，让高俊觉得孙巧珍是我们的软肋，这等于把一只羊送进狼嘴里。一只即将饿死的狼才会不顾一切地向任何看起来像肉的诱饵。钟振邦现在就是那只狼。我已经通过一个朋友，把时间点的调查全凭一个情绪不稳的妇人作证这个消息喂给了高进最喜欢用的美食专栏作家。现在高进一定以为他找到了翻盘的钥匙，可他拿了钥匙，万一不是去开新闻发布会，而是直接把人藏起来或者下狠手呢？他不敢，你的同事正以保护证人的名义盯着他，高俊动不了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你我约定的舆论场上把孙巧珍这张牌打出去，彻底污名化我们的证据。局长，什么？是我明白了。怎么了？高震宣布开新闻发布会了？不，比那糟1万倍。高俊根本没找媒体，他带着孙巧珍直接去了市商务局。孙巧珍签了一份经过公证的藩证符词，全盘推翻了他之前的所有证言，并且反过来指控你，说你利用他儿子的前途，胁迫他提供针对珍馐阁的虚假黑料。指控我？市商务局以保护明星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为由，刚刚向我们市食品安全监督下达了正式函告，鉴于关键举被人翻供，即刻中断对珍馐用福集团的一切调查。他不是来跟我们打舆论战的，他是直接掀了桌子，他用我们的计划反过来将了我们一桩，把我们所有的官方行动全都堵死了。
他以为夺了剑，我就杀不了神了。他忘了，我首先是个厨子，而一个厨子最锋利的武器，永远是自己手里的刀。楚然，你的刀要怎么用？高俊这一手釜底抽薪，我们现在连珍馐阁的门都进不去了。进不去门，就拆了他的墙。高进这种人，越是自负，就越会留下破绽。破绽？孙巧离的翻供滴水不漏，还反咬我们一口，现在我们才是被调查的对象。不，他要让孙巧珍彻底倒戈，光靠威胁他儿子的前途不够，必须有利诱，一个能让他赌上一切的诱惑。他带孙巧珍去商务局之前，一定和他见过面，敲定了所有细节。这种会面，他会选在哪里？珍馐阁总部，安保最严密的贵宾室，那里是他的主场，绝对安全。对，而且以他的傲慢，他会很享受这种操控一切的感觉，甚至可能需要一份记录来向钟镇宏邀功。秦风，你应该有你的办法。楚然，那里的监控是最高保密级别，直接连着钟振斌的安保中心。作为秦风，你有没有办法拿到他？我联系了一个信得过的内部线人，他冒着被开除和报复的风险，利用系统维护的15分钟窗口期，把数据导出来了。孙女士，你是个聪明人，钟董事长宅心仁厚，不希望看到你的儿子孙浩因为你的糊涂断送了大好前程。就是这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签了这份文件，我保证，孙浩不仅能平安无事，我还会安排他进入珍馐阁旗下的米其林3星餐厅玉景轩，直接跟着行政总厨当学徒。他竟然拿这个当筹码！玉景轩的学徒名额在厨师界是千金难求的机会。他以为这是天衣无缝的恩赐，却不知道这恰恰是他妨碍我们官方调查进行商业贿赂的铁证。可他可以说这是正常的招工，是企业惜才。这句话就是交易的开始。他不是在招工，他是在收买一个证人，让他推翻之前的证词，来对抗事实监检的调查。高卷以为他掀了桌子，赢了全局，他不知道，他亲手递给了我一把更锋利的刀。那就让他看看一个厨子的刀是怎么找到破绽，剔骨见肉的。高俊直接掀了桌子，市商务处一纸公函，我们所有的官方行动都被堵死了。难道就这么算了？算。我外婆的冤屈，周阿姨的血泪，那些被毁掉的人生怎么算？可我们原本的计划是逼一个绝望的钟镇豪上钩，现在高进救了他，他不再绝望，国际金厨大赛这条路他根本不会走。你说的对，给一个已经上岸的人递救生圈，他不会要。但如果我挑战的不是他的生死，而是他的神格呢？高湛能用权力堵住官方的嘴，但他堵不住天下食客的悠悠之口。钟镇帮的食神精神已经有了裂痕，他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安全，是向全世界重新证明他还是那个神。你要击他。一个真正的神，从不屑于躲在权力的庇护下，他会选择在他最辉煌的圣殿里亲手碾碎所有质疑。而高俊那个危机公关专家会告诉他，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我会把战书递上去，他会接的，因为他自负，更因为他别无选择。可周亚兰，我们答应过他，官方会给他一个公道。现在调查终点，对他打击太大了。我去见他。林长厨，我听说了，他们说调查停了。是，官方的调查被强行终止了，我向您承诺的剑断了。果然还是斗不过他们的手能通天。但我还有刀。剑断了，是因为我们想用他们的规则去审判他。现在，我要用我们厨子的规则。周阿姨，只让他坐牢太便宜他了。我要他当着全世界的面，亲口说出他是如何毁了你，如何建立他的谎言帝国。我要他用他最真实的食神身份，为他犯下的罪做最后的献祭。那一天，我能去现场吗？我要亲眼看着他是怎么掉下神坛的。那一天，我能去现场吗？我要亲眼看着他是怎么掉下神坛的。当然，您不仅要去，我还要给您留一个最好的位置，见证他帝国崩塌的王座。别怕，这里很安全，钟镇帮的爪牙伸不进来。3年前，我还是华夏烹饪学院的实习生，被分配到珍馐阁的中央厨房。我以为那是所有厨师的梦想殿堂。我真的很努力，想留在那里。直到那天晚上，我撞见他们在处理一批已经发霉的珍稀菌菇，用化学药剂浸泡，重新包装，贴上新鲜的日期。
你看到了，我想用手机拍下来，可被他们发现了。是孙巧珍，当时的采购主管，威胁我说，如果敢说出去，就让我在这行彻底消失。后来高俊来了，他拿着我家人的照片，逼我签下一份声明，承认我因嫉妒而蓄意破坏、偷窃商业机密，然后把我赶了出去，让我在整个行业里身败名裂。我的厨师梦，我的一切，就这么被他们毁了。喝点吧，你的梦没有被毁，只是蒙上了灰。现在我们把它擦干净。林主厨，我不只是想洗清我的冤屈，我要让所有食客都知道，他们吃的珍馐美味是用什么肮脏东西做出来的。我要让食神的招牌变成毒王的烙印。国际金厨大赛，我要站到那个舞台上，当着全世界的面揭穿他们。好，我帮你，我们一起把他们拉下神坛。翻供的价码原来是这个数。钟振邦是主谋，但孙巧珍是那把最锋利的刀。高俊用它堵死了官方的路，现在我们就用这张单子把这把刀重新抢回来。那批特殊原料按老规矩处理，别留下任何痕迹。这是我们从真优阁后厨监控里提取的音频。指令下发的同一天，孙巧珍的账户上多了一笔50万的封口费。钱和指令时间完全吻合，他亲自下场了。他一直在场，这是他编织的网。所有特殊原料都由这2辆无标示的货车在深夜沿着这些路线配送，他们连接着城郊的黑心作坊和真薛阁旗下所有餐厅的后门。账目上，这些是来自邦盛农产的顶级食材，实际上是来自那些早已被吊销持照的幽灵供应商的工业废料。整个采购系统从上到下全都是假的，用假象才能支撑起一个虚假的食神，但代价是真的。周亚兰急性肝损伤，叶小月打工的餐厅，15名食客集体食物中毒，他们的病历都指向了同一种未在食材名录里登记过的工业增香剂。他们的证词解释了这些毒素是如何被端上餐桌的。钟振邦不是在默许，他是在创造需求，并亲自指导如何使用。资金流、物流、人证、物证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每一个环节的尽头都刻着钟振邦的名字。这不是商业欺诈，林楚然，这是一条系统性的以盈利为目的的投毒产业链。市食品安全监督局将正式立案，并联合公安部门对真修阁集团及钟振航本人启动最高级别的刑事调查。你做到了我们所有人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我只是把食客们用健康付出的代价换成了他必须用余生偿还的账单。30年来，菜单都是由钟真武定的，现在轮到我上菜了。这道菜的名字叫审判。钟振航，你以为你能永远躲在食神光环的壳里？这次壳要碎了。楚然，怎么了？是钟振涵那边有动静了？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恶作剧？明日头汤单程不记名，目的地海外御景轩，配送员高健，这是什么？新的外卖订单格式吗？再往下看，孙浩，孙巧门的儿子，高俊要把他弄到国外去。海外御景轩的 offer， 千金难求的顶级餐厅主厨职位，好大的手掌！这是高俊给孙巧珍准备的定心丸。我明白了，只要孙浩被他们控制在手上送出国，孙巧珍就只能任他们摆布。到时候孙巧蜜就会把所有罪名都揽到自己身上。只要孙巧珍改口，责任链就断了，我准备的这一切就砸不到钟振宏的身上。好一招责任切。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他明天一早就走，我们来不及了。别急，这里还有一句。傅凤说酱料已变质速救，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食材有问题？不是食材，那是酱料，是我们厨行内部的暗语，有时候用来代指一些不能明说的人或事。孙浩在用这个词指代他自己。他委代自己？那变质意思就是情况失控了，他不是自愿离开，他是被绑了。这不是交易。林主厨，孙浩今天下午说去镇上买点东西，到现在都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家里人快急疯了。联系他工作的食材加工中心了吗？联系了，但他们说
中心今天凌晨启动了什么1级食安紧急封锁协议，所有人都处于隔离状态，暂时无法与外界联系。秦风，孙巧珍的儿子孙浩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今天下午，他工作的加工中心说启动了食安封锁，这是怎么回事？高俊干的。我猜也是。我刚通过内部系统查了，珍馐阁确实在凌晨向市食品安全监督局报备了一场内部食安应急演练，地点就在孙浩工作的那个加工点，程序上完全合规，我这边没法直接介入。他要让孙巧珍在最终听证前闭嘴，就必须控制住他唯一的软肋。我这就去调取加工点外围的所有监控，你去哪儿？我去查他们的运输线。高俊，你出招了，我接了。陆明，你立刻去城东海鲜批发市场，找所有给真仙阁供货的档口，问他们今天凌晨见过什么反常的事儿，任何事儿。楚然姐，问了一圈了，没人见过孙浩。不是问人，是问车、问货，有没有不寻常的运输？我找到老王了，就是那个专做东星斑被真仙阁抢过生意的，他半夜起来盘货，看得真的。问到了，老王说凌晨3点多，一辆全白的冷链车，没牌子，但用的是珍馐阁给中府特供宴会才用的那种活鱼运输箱，上面有金色的凤凰暗纹。车上运的什么？东海大黄鱼。老王说这个点运这种鱼，不是送货，是送人。说，外围监控查了，没有可疑车辆。错，目标不是可疑车辆，是特供车辆。锁定了，一辆白色冷链车，载有真轩阁特供的金凤凰暗纹运输箱。凌晨3点后，从城东海鲜市场方向上了高速。帮我查所有符合征的车辆轨迹，立刻。高俊不会把人带去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地方，他最擅长利用规则的灰色边界。你猜对了，这辆白色冷运车下了高速，没有去任何港口或市场，而是直接开进了真辉阁总部大楼的地下物流中心。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里是他的主场，人多眼杂，又是他最熟悉的业务领域，最适合藏一件货。我的人刚发来消息，真修阁的内部仓储管理系统显示，这辆车刚刚完成了一次紧急生鲜转运的入库。人呢？车已经登记离场，但入库的货物还在里面。孙浩，别跑！人呢？放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办法，他们说会给我安排工作。高俊用钱让你闭嘴，用前途让你背井离乡。可你想过吗？你妈妈为了让你能堂堂正正的活下去，赌上的是她自己的命。不可能！他们说只要我妈听话，听话的把所有罪名都揽到自己身上吗？他们说会给我一笔钱，安排我去海外当总厨，只要我妈。高俊的手段我比你清楚，每次出事他都会找一个最合适的人出来顶罪，平息舆论，保全中董。真修阁集团内部监察部秦风，你以为他是在帮你，其实他是在给你妈准备一口最大的黑锅。高俊告诉你，只要你妈把所有黑锅都背了，你就能去海外当总厨，是吗？看看这个，高俊已经为你们母子准备好后路了。一旦你母亲在调查中说了假话，她就成了这场食安风波唯一的罪人，终身行业禁入，巨额民事赔偿。真仙阁会把所有损失都算在他头上。他们说等事情过了就让我回去。你妈已经62岁了，你想让她下半辈子都顶着黑心厨子的骂名，连个摆摊的地方都找不到吗？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害我妈。现在去见你妈，告诉她你没事，让她把知道的真相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不要再被任何人利用。孙浩，我跟你们回去。走吧，坐我们的车。高俊，你以为你赢了一局，你不知道棋盘已经翻了。这道菜，现在轮到我来掌勺。别再问了，人证物证都在，就是我一个人做的，跟真修阁无关，跟中管更无关。
你们还让我说几遍？小浩，你怎么会在这里？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孙巧珍，孙浩是自己选择跟我们回来的。你胡说！小浩，你听着别怕，高先生都安排好了。去皇家蓝带进修的名额，还有甄轩阁投资的100万餐厅，妈都给你争来了。你只要等妈把这件事扛过去。妈，我不要。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是一辈子的前程。前程？用你的罪名换来的前程吗？我们是厨子，爷爷从小就教我们做菜先做人，手艺要干净。你用黑心钱给我铺的路，我走的每一步都脏。我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就让我一辈子顶着黑心厨子的儿子这个名头吗？我宁愿跟你回老家一辈子守着小面摊，我也不要用你的清白和良心换来的餐厅。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出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林兆厨，我说实话，怎么样？后面没人跟来吧？应该甩掉了。高军的人就算收到警报，赶到审查室也晚了。我们走得险。孙姐，喝口水，这里是我的地方，绝对安全。林主夫，我准备好了。孙姐，这段录音会作为正式证言，直接加密提交给市食安局。一旦开始，就意味着我们向钟振庞正式宣战，再没有回头路。你确定吗？我确定。钟振庞的黑心供应链不止我们一个加工点，他用过期的冷冻肉解冻，重新包装，冒充澳洲空运的冰鲜和牛，专门供给集团旗下的终端餐厅。他还让我们在玉品鲜的汤料里加一种叫骨髓香膏的化学添加剂，那东西吃多了会损伤肝脏。他说这是控制成本的核心科技。账本不止一本，就藏在他办公室那座神山观赏鱼江底下的暗格里。高俊，你以为你赢了？你不知道，这条罪证是用无数食客的健康和我林家的血液熬成的，谁也别想轻易接过去。明天一早，我就会把所有材料提交给市食安局。他们会受理吗？所以，我们不能只走官方流程，我们要让这件事变成一场他压不住的火。市食安局的公开听证会必须召开，钟振良的时代必须终结。接下来会是一场硬仗，你们准备好了吗？媒体和时评人那边我会盯死，放心。小关有我们，你专心打好这一仗。按照你的安排，我已经把周阿姨和叶小雪接来了，他们和孙姐母子一起在里屋等着，他们很紧张。辛苦了，我去看看他们。听证会那天，高俊一定会把你们描绘成贪得无厌、挟私报复的小人，他会扭曲你们的每一句话，攻击你们的每一点过去。我不怕，我准备好了。我这身厨艺被他废了20年，我等这一天也等了20年。我儿子能堂堂正正做人，比什么都强。我准备好了，我要亲眼看着珍馐阁的招牌倒下。好，听证会那天，我会和你们站在一起。孙姐，你的证词是刺穿他们心脏的利剑，而小月、周阿姨，你们的经历是告诉所有人这把剑为何必须出鞘。你们不是孤军奋战，你们的身后是千千万个被他们毒害的食客，是无数个被他们毁掉梦想的厨师。每一个被钟振榜的黑哨菜伤害过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一起，一起。周阿姨，我还是不敢相信。但楚然把我们带到这里，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用厨艺开另一场听证会。各位来宾，全球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万众瞩目的国际金厨大赛总决赛。本次决赛的主题是未来之味。
我有异议。这位先生，请问您是？我是真凶阁集团的代表高俊，我对凌楚然主厨的参赛资格提出严重质疑。根据大赛章程第3条第7款，所有参赛作品必须紧扣未来之味这一主题。而我刚刚从组委会处得知，凌主厨提交的菜品是一道失传多年的古菜。我想请问，一道来自过去的菜如何代表未来？这严重偏离了比赛主题。我请求评审团立即取消凌楚然的参赛资格。高先生，你对未来的理解未免太过狭隘。少在这里故弄玄虚，过去就是过去，未来就是未来，规则就是规则。拘泥于字眼是对烹饪最大的误解。烹饪的本质是连接，是传承。真正的未来之味，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恰恰植根于最深厚的传统，是让那些被遗忘的、沉睡的味觉记忆在当代获得新生。我外婆曾告诉我，每一道菜都有它的灵魂，有的灵魂沉睡了，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如何唤醒它。我的作品就是要唤醒那份属于我们共同的、最珍贵的味觉遗产，这才是我理解的通向未来的味道。说得好，将被遗忘的经典赋予新生，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是指向未来的探索。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样有灵魂的作品。你的异议无效，比赛继续。随着倒计时开始，国际金厨大赛总决赛未来之味的终极对决正式打响。传统在绝对的科技面前，不过是些过时的情怀罢了。我要的不是赢，是让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彻底粉碎。楚然姐到底在做什么？时间快过去一半了。来了。裁判，我的设备出现故障。凌主厨，主板烧了，没办法立刻修复。没有了现代设备，我看你这道所谓的古法菜要怎么完成？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我不需要修复，请给我一个最普通的明火灶台。明火灶台？凌主厨，您这道菜谱要求的是恒定低温慢炖，明火的温度极难控制。我知道，请给我灶台。这不可能！他怎么会凌驾这套听火的绝技？你以为压下市食安局的听证会就能高枕无忧，所以你把希望都赌在了国际金厨大赛上。你要用一场全球瞩目的胜利告诉所有人，你钟振博依然是不可撼动的食神。可你输了，当着全世界的面输给了你最看不起的传统。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市食安局的电话也被打爆了。你亲手把那场被你压下去的听证会变成了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公开审判。你今天是来套我话的？套话？钟振邦，你的罪还需要套吗？我只是来跟你算一笔账。这是孙巧珍交出的珍馐阁黑心供应链的秘密账本，我们来算算，这些年你靠着工业明胶和过期食材赚了多少细钱？我不知道，这些是底下人。底下人？这些特供原料的供应商是你七弟的公司，每一笔交易都有你的影子公司担保，这是市食安局已经掌握的资金流水，你还想抵赖吗？维持一个美食帝国不需要成本吗？那些美食评论家要用钱喂饱，那些供应商要用手段打压。那些挡路的小角色要让他们消失来，所以那不是犯罪，是你的商业模式。对，就是商业模式，胜者为王，我赢了，我就是食神，我的规矩就是规矩。既然是商业模式，那我们来算算你的不良资产。周亚兰
20年青春，断送的厨师生涯，他是你的运营成本。叶小雪被毁掉的味觉和人生，他呢，是你为了打压对手付出的营销费用。钟振邦，告诉我，我外婆林霜，你用谎言和背叛窃走她一生的心血，在她这里，你的投资回报率又是多少？我是为了真虚阁，当年要不是我，他就倒了。我身不由己。身不由己？那第一笔5万块的回扣是你身不由己的收下的吗？5万？5万块，你出卖了多少食客对食神2字的信任，用多少人的健康给你那岌岌可危的珍馐娥续了命？后来呢？从5万块的回扣到掌控每年数千万的黑心供应链，你也是被逼的。我收不住手，你懂不懂？那个位置一旦坐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不是收不住，是你不想收。钱的味道太香，权力的滋味太美，你舍不得。钟振邦，你赖以起家那口锅早就被你自己用对勾油熏黑了，你已经不是个厨子了。那你外婆呢？她到死还念着我做的开水白菜吧？她走的时候疼不疼？她等了你50年，你说疼不疼？外婆，您看，天就快亮了。我不只为您夺回被窃取的一切，也为所有被黑心供应链毒害的食客讨回公道。今天，我要用林家的火烧尽这个行业的污垢。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决赛开始前，我们有一个紧急的特别通报。国际金厨大赛旨在表彰匠心，守护纯粹，但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行业的阴影。根据多方举报，并联合市食品安全监督局的缜密调查，我们发现国内知名餐饮企业珍馐楼集团存在严重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经查，真凶阁集团在创始人钟振邦的授意下，长期构建并使用一条遍布华东区的黑心供应链，系统性使用劣质、过期的非法食材谋取暴利，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在此，我代表大赛组委会及华夏美食评论协会向全行业发出倡议，提议对真馐阁集团及其创始人钟振邦进行永久性行业禁入处理，撤销其所有荣誉，包括食神称号。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商业阴谋，是诽谤！所有的照片都是合成的，所有的报告都是伪造的，所有的证人都是被收买的。这是竞争对手最恶毒的构陷。林楚然，他为了夺冠，不惜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抹黑一位为行业奉献了一生的前辈。我代表真勋阁集团，请求组委会立刻停止这场荒唐的闹剧，彻查林楚然的商业诽谤行为，还钟先生一个清白。高先生说这是商业陷害，是污蔑。你说报告是伪造的，这份由市食品安全监督局认证的关于赤焰粉成分及毒料分析报告也是伪造的吗？这只能说明原料有问题，说明不了是中毒。说明不了。真修阁采购赤焰粉的每一笔脏钱，都通过这家公司一分不少的流进了钟振邦董事长的口袋。你现在还想说和你老板无关吗？人证，孙巧珍的证词是假的，她是被你收买的。你说我收买她，很好。是钟振邦，一直都是钟振邦让我干的。他说加了那个赤焰粉，菜就好吃，食客就会上瘾，回头客就多。他每次让我加料的指令、进货的数量，我都记下来了，每一笔都在这个账本里。我错了，我有罪，但我不想再替他一个人背这个黑锅了。物证在这里，资金流向在这里，人证口供也在这里。高俊说我没有证据，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在全球观众的面前。
我恳请华夏美食评论协会，恳请市食品安全监督局立即对珍馐阁集团立案调查，将这种用毒药做菜的行业蛀虫彻底清除。我宣布，市食品安全监督局即刻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珍馐阁集团所有门店、中央厨房及供应链进行全面查封调查。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这是陷害！一份菜谱，20年，数万名食客。今天一笔一笔，全部算清。钟振邦先生，在你被移交市食品安全监督局之前，按照程序，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是食神，我为华夏餐饮奉献了一辈子。我创立了珍轩阁，我让多少人吃上了好东西，我有功，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厨师，靠自己一双手打拼到今天，我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我只有我自己，你们凭什么审判我？是他要害我，他嫉妒我，他嫉妒我的珍轩阁，他想毁了我的一切。结束了，都结束了。受创始人食品安全丑闻扬，珍馐阁集团股价遭遇毁灭性打击，市值蒸发超过90%，已紧急停牌。重磅！华夏美食评论协会宣布，永久撤销钟振邦食神称号，并将其除名。珍馐阁旗下所有餐厅将从榜单中移除。一口被污染的锅，味道再也回不去了。但这个行业的锅，必须有人来洗。那些被资本的油污掩盖的匠心，那些被夺走了味道的人生，我会一道一道帮他们找回来。奶奶，钟振邦倒了。您的菜谱我拿回来了，那些被资本和黑幕玷污的餐桌，被埋没的匠心，我会用我的方式一道道全部找回来。今天是第1道，请问是林主厨吗？叶小月，你怎么来了？我看到新闻了，珍馐阁全都查封了。我家以前也是开小饭馆的，就是被珍馐阁的黑心供应链击垮的。现在他们倒了，我爸妈说我们的小店又能重新开张了，他们让我一定要来当面谢谢你。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快请坐。您这是？我在祭拜我奶奶。凌霜大师，难道这位就是新闻里说的那位被钟振航窃取了秘方含冤数十年的传奇厨师？她就是我的奶奶。林奶奶，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份风骨和良心传了下来。林主服他不只是为林家讨回了公道，也是为我们所有被珍芬阁坑害的人讨回了公道。他揭开真相，救了我们所有人。林主厨，我一直想当面跟您说一声谢谢。这是我该做的。不，您不知道，如果没有您，钟振邦他们可能还在用那些黑心食材害人。如果没有您，我可能到现在都不敢再看一眼厨房。那段时间，我闻到油烟味就想吐，看到别人吃饭就害怕。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敢看任何美食节目。是您做的这碗汤，他告诉我，错的不是我，也不是食物本身，是他让我第一次觉得食物还是有希望的。闻出来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我以为我会笑，但我没有，我只是觉得可以重新开始了。我已经开始了，我跟爸妈商量好了，我已经回华夏烹饪学院了。回华夏烹饪学院了？你确定？那里可能会有很多不好的回忆。我知道，但我不想让那些人把我的人生和梦想偷走一寸。我回去是因为我不想被对厨房的恐惧支配。
而不是因为我已经不害怕了。好，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随时来林家小馆找我。小月，你来了，外面那么热闹，怎么不多待一会儿？我想单独和您说几句话。我能叫你一声姐姐吗？当然。姐姐，哎，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奶奶，您看到了吗？这个孩子，他也重新握住了自己的厨刀。您总说手艺正，心才正，做出的菜才对得起食客。现在挺直腰板，凭良心做菜的厨子不止我一个了。主厨，吉时到了，大家伙都等着您揭幕呢。谢谢大家今天能来，林家小馆今天重新开张，沉冤得雪，旧业重开。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是守着这份祖传的菜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吗？我想，我找到了答案。我宣布，林家青年厨师孵化厨房正式成立。我们有3个原则：不收学费，不看出身，不问流派。只要你对烹饪怀有敬畏，对食材怀有良心，愿意为食客的每一餐饭负责，那林家小馆的厨房就永远为你敞开。谢谢大家。成立这个孵化厨房，我的初衷很简单：只要你的菜谱蒙尘，只要你的手艺濒临失传，只要你的梦想被资本压垮，只要你还对这口味道是真心的，这里总有你的一方灶台。林主厨，我想加入。我们之前聊过的那个古法酱料复原计划，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当然，这条路不好走，很多老味道的源头都要去乡野里一点点寻访。我不怕苦，我跟你一起去。林主厨，我看了您在国际金厨大赛上的对决。我以前一直觉得做菜就是一份工作，直到那天我看到您用一道菜揭开了那么大的黑幕，我当时就在想，原来菜做得好，真的可以改变一些事情。你让那些被资本埋没的老味道，重新有了被尝到的希望。我也想成为您这样的人。这条路很长，但值得走。欢迎你们来到林家小馆。最终通报下来了，过来跟你说一声，真树阁集团名下所有餐饮牌照被永久吊销，全部资产查封清算。钟振榜因组织领导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数罪并罚，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谢谢你，秦风。要不是你，这些黑幕还不知道要埋多久。很高兴认识你，一个真正为食客守住良心的厨师。良心不过是厨师的本分，只是有人把它忘了。本分，现在最难守的就是本分。你呢？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继续守着这座城，不让下一个钟振平出现。这锅汤要慢慢熬才能出味道，那些孩子们也一样。等我把这锅新汤熬出味道了，我亲手做顿饭请你。什么时候？等天亮的时候。好，我等着。怎么了？林姐，我想独立负责一个项目。什么项目？是关于张婆婆馄饨的活化项目。这家店在老城区开了30年，是几代人的记忆。但张婆婆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小店眼看就要关门了。想法很好，但情怀不能当饭吃。老城区的租金和人力成本，你算过吗？张婆婆的馄饨用的是纯手工猪油和骨汤，成本高，口味偏重，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买账。我都考虑过了，这是我做的成本控制方案和口味改良建议。我们可以推出骨汤和清鸡汤2种汤底，增加蔬菜、鲜肉等更清爽的馅料。我还联系了线上平台，可以做社区团购，降低运营成本。
你准备的很周全。我只需要您的批准。林家小馆的青年厨师师基金你可以动用了，这个项目你自己做主。谢谢林姐信任。赵然，如果做出来的味道客人不喜欢，不要怕，输了再学，但不要因为怕别人说你做的味道不对就不敢去尝试。我记住了。林姐，我拿到了。什么？华夏美食评论协会的通知，我拿到了年度新锐主厨大奖。恭喜你，小月。林姐，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是你自己争气，我不过是推了你一把。林姐，我有件事想跟您说。说。我以前我们家也是开餐馆的，后来被真商阁搞垮了。他们买通美食评批家写黑稿，高价挖走我们的大厨，威胁供应商给我们断货。我爸妈半辈子的心血一夜之间就没了。我那时候想死，真的想死。我再也不想碰厨刀了，我觉得它只会带来痛苦和绝望。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完了，直到我在直播上看到您在国际金厨大赛上把钟镇斌的谎言一句一句全部戳穿。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厨刀不光能用来做菜，也能当武器，能用来战斗，能为自己和家人讨回公道。我重新拿起厨刀，就是想成为您这样的人。小月，你已经是了，你不用成为我，你靠自己的手艺和汗水拿回了属于你的荣耀。你已经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强大的人了。哭出来是把过去的委屈倒掉，但从现在起，这双手要用来握住我们的剑。走，我们去前面商量一下，这第一剑该怎么出鞘。林姐，我们第一步怎么走？是马上召集那些被真烟阁欺负过的店家，还是直接在美食论坛上揭露他们？亮剑是必须的，但一把孤剑容易被折断，我们既要亮剑，也要守根。赵然的馄饨铺是我们的根，他要让街坊邻里知道干净暖心实在的食物是什么味道，根扎的我们的剑才能挥得越稳。我明白了，我们一边要打，一边要剑。我来的不是时候，看这架势，这是在开战前动员会。消息灵通啊，秦队长，剑刚磨好，正愁第一冰雪该从哪儿放。我来就是给你们送第一份战果。真涛阁那条最会咬人的狗被拔了牙。高俊，最终通告下来了，他为了保钟镇邦，恶意销毁多起重大食安事件的关键证据，妨碍调查。华夏美食评论协会那边直接将他永久除名，行业禁入。不止如此，他还得在里面待上5年。善恶到头终有报，这5年够了。清扫了这些外围，你们才能更专心地对付真正的核心。不过，林楚然，我一直想问你，当初你一个人一把菜刀就敢回来挑战整个真凶阁帝国，你怕过吗？不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在做对的事。你要是不提，我还没感觉。我给你下碗面，你，秦队长还会下面？只会把面煮熟，调味儿还是得你来。秦队长，你吃碗面怎么跟写食安检测报告似的，还要走程序？职业习惯，面条劲道，汤头清而不了，不错。你是我见过最不会夸人的食客。我说的是事实。秦队长，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又有什么案子？我来应聘。应聘？林家小馆还招学徒吗？你是秦队长，你别开玩笑了，我这小店可请不起你。我知道我什么都不，但我可以帮你择菜。所以，秦队长，你昨晚说要当学徒，不是玩笑话。我说的每一个字都算数。那好，学徒秦风，穿上你的制服。
你的第一份工作。今天下午是小馆的暖心厨房公益日，这些土豆要变成给社区老人们的土豆泥。玲姐，玲姐，成功了！张婆婆馄饨的第一批改良饰品，我按照您的指点，先在老家里做了品鉴，他们都说这新汤汁和馅料比记忆里的味道还好。汤清而不寡，馅鲜而不腻。赵然，你找到自己的味道了。玲姐，快看，华夏美食评论协会刚刚公布了年度社会责任产出金质奖章。一枚奖章会发光，但它的光只能照亮一个人，但一碗热汤能温暖一个社区。一个年轻厨师找到了自己的路，就能点燃一个新的族在。这才是我们厨师真正的奖章。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把我的名字刻在奖杯上，而是想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手艺是干净的，用心做的菜就一定有人尝。这间厨房的炉火会永远为那些在黑暗里摸索的同行们亮着。协会那边需要回复吗？协图新任务，帮我起草一份谢函，婉拒领奖，就说林家小馆的厨师们正在厨房忙着，走不开。玲姐，我刚才听您说，一个年轻厨师找到了自己的路，就能点燃一个新的炉灶，我就想到了张婆馄饨。您拒绝那枚奖章，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小炉灶也能有烧旺的一天。奖章的光会熄灭，但灶火里的温度可以传递下去。只要我们用心做的菜还有人尝，这灶火就灭不了。您好，请问林厨然主厨在吗？这里有您的一个加急脸派送。给你的，没有寄件人信息。我的灶台又热了。玲姐，玲姐，你快看，是刘师傅，那个之前被真轩阁的黑心供应链挤兑差点关门的刘记烧鹅，他的新店昨天上了美食公众号头条，现在预定都排到下个月了。他的手艺本就该有这一天。玲姐，那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咱们小馆的镇店之宝吗？这些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这是那些被我们帮助过的厨师们送来的，每一本都是他们压箱底的独门菜谱。独门菜谱，这可是一个厨师的命根子啊！他们竟然……他们把自家的灶宅重新烧旺了，就把火种也分给了我一份，留着以后给更多走投无路的好厨师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玲姐，你以后一定很忙。你也会有的。奶奶，你看，天亮了。我曾以为夺回那本祖传的菜谱就是传承的全部，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传承不是锁在固纸堆里的秘方，而是亮在万千厨房里的灯火，是一代代厨人挺直的脊梁，是亲手挣来的那份热气腾腾。奶奶看，烧旺的不止我们一个炉灶了。